你家的桂花是不是咔咔的交尖？花友重金请我上门给诊断一下啊，咱们分享一下桂花交尖的一个完整的拯救视频。有相同状况的，大家可以参考视频进行一个操作。这种大面积的交尖，咱们不用考虑直接拔根儿啊，拔根儿一眼就看出来问题，这是一点新根都不长，怎么种进去的？拔出来还是怎么样的？它不扎根儿，它咋活？它都不吸水了，所以它掉叶。咱们花友家里啊，一共是4棵桂花，还有2棵稍微小一点的啊，同样是长势不好，都需要拯救一下。那么这一期视频的素材比较充足啊，桂花交尖的问题咱们彻底解决啊！你没养桂花，没出现这个问题的，咱们提前去预防。整体桂花出现交尖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它没长根儿啊。这个根儿在原土球当中，周边加新土，根儿给无理了啊，它不长，代表后期腐烂。哎，腐烂了，有部分根系腐烂了。那么有菌啊，桂花开始出现一个交尖的一个问题，腐烂的根系相对多一些，那么交尖越严重。看着啊，2盆小的，咱们花友拿什么土种的？外边挖的大黄泥巴土，看见了吗？根系都烂没了啊，一点根不往外长。这个就是糊弄花啊，你糊弄花，花就糊弄你啊，它就不好好活。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救啊？这就得费事一下，必须得换土。咱们救的时候，这个盆面的这个土啊，一定给它咔嚓掉。你面上埋那么多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！它的作用，面上这个土的作用，它除了把根儿给它闷在这个花盆最不爱干的一个位置，它真是一点用没有啊！室内养护你一定盆面露出来点根儿，让根系能够呼吸啊，得喘气儿。然后为了让桂花不焦边啊，你得干什么？你得让它把根系啊，它能够生长出来。咱们梳理到什么程度啊？看见了吗？根系稍微露出来，土球一点就行啊，底部也梳理梳理，让根系露出来，这样它才能长啊，根儿长出来它才不烂。那有人说这土壤够硬的，要板结呀，你后期用微生物有机肥，它全能好。然后如果说你花盆透水性、排水性不好的话啊，咱们底部啊，你给它加那么一层陶粒儿，是吧？增加盆土的一个沥水性啊，你少加点都比完全不加强。咱们选土啊。排水透气好一点的酸性土啊，咱们的重沙沙火土。那有人说，卖家说了，这个桂花必须得用天然土，那些大胶边的啊，要死不活的，全是天然土种的，是吧？你用点排水透气好一点的，保湿程度好一点的，对桂花来说，根儿发出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桂花给它做里啊，盆儿不用太大啊，咱们种的时候啊，周边这个缝里边这个土啊，一定要给它添实啊，一定要把土塞进去，这样这个桂花它才会长根儿啊。你要费手啊，你要觉得这么抠费手啊，你可以拿个小木棍啊，或者拿这个小耙子底儿啊，你给它往下扎一扎，是不是？这些都可以啊。那么用手抠，它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？能够感觉到哪块土有空洞啊。当然这样比较费手啊，我天天换盆的手像修自行车似的，全是大口子，是吧？咱们周边土啊给它添实了啊，晃树晃不动了，咱们再把盆面的多余的土是吧？给它拿掉啊，这样你还省土，根系呼吸顺畅啊，植物还不容易闷根儿，这一举多得的事儿啊。盆面土往下拿到什么程度？盆面把这个原土黄泥土给它露出来，然后微微露出来一点根儿就 OK 了。然后咱们这个咔咔长根儿的啊，刺激植物长根儿的，它还能调节你原土球板结的啊，它还能调节土壤。桂花喜欢酸度的微生物有机肥。你给它撒一点啊，不用撒我这么多啊，我干猛了。你像这一大盆啊，咱们撒上5勺到6勺小勺就可以，然后把定根水给它浇透。夏天的时候特别明亮的散射光进行缓苗啊。咱们有人问了，我这叶剪不剪呢？不剪。我用不用杀菌呢？不用杀菌，没到那程度呢。是不是？后期观察什么？观察新芽啊，它可能前几个新芽它会出现焦尖，会出现落叶的一些情况，坚持住啊，只要新芽往上长，就是一个好现象。后期等它新叶完全长出来了，能够替换老叶了，那么后期把老叶给它剪掉一些，那么就 OK 了啊，整体灌覆还是非常好。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啊，伤害更大的另外一棵桂花，咱们怎么给它救一下？咱们同样的啊，给这个土球是吧？这就砍根砍太狠了啊，土球给它抠下去啊，像这种大粘土的抠不下去的，咱们可以用水给它冲一冲啊，把这个粘土给它冲下去。咱们用水冲成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这个毛细根微微露出来一点就 OK 了啊。那有钱也不赖你们啊，这个苗商确实比较坑啊。这大胶泥土砸脑瓜上脑瓜能砸4个包，但我一脸大泥巴啊。这种大胶泥土的啊，咱们不用强迫症都给它冲掉啊，都冲掉的话，这毛细根都带掉了，你这叶哗哗的往下掉啊。须根露出来一丢就 OK。其实我用的啊，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
重沙沙火土配合微生物有机肥啊，前期就是长根儿、调土、调酸啥都够用啊，不用额外的你再去我去干2把这个肥啊，我干2把那个肥，用不着啊，完全够用。咱们土里边也有什么，也有一定的肥力啊，有机质和腐殖质含量非常充足。同样的啊，周边土给它添实，是吧？盆面撒一点这个开花长根的微生物啊，定根水浇透，明亮的散射光去缓苗。现在这个桂花这个状态啊，相对来说就比较恶劣了啊。如果说你家的桂花比它还恶劣啊，没2个叶啊，这个枝干开始变干枯啊，抠着连绿色都没有了，开始变干枯，水分不足的情况，咱们拿一个大的透明的塑料袋啊，整个给它套上进行保湿啊。保湿的时候会长一些毛或者黑一些芽都正常啊，慢慢的坚持，大概2个月时间啊，它长得就比较猛了。后期还是给咱们进行一个桂花的救护的一个更新。你们看我啊，我没用杀菌的，没用防虫的啊，是不是比你们可能简单很多啊？就是调节它这个缓苗光照啊，平时把水给它浇足，剩下的交给微生物啊，去刺激它发根，根长出来它就没有问题啊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很多人都做错了啊，桂花交尖拯救啊，很多人都做错了啊！你只看了视频的前半部分，后边缓苗部分你没看。今天咱们必须得强调一下了啊，让你家这个桂花能拯救活。跟我学这个桂花大面积交尖啊，咱们去梳理土球，咱们去换土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要了解桂花这个时候缓苗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去晒它啊，尤其是北方。气温越来越高，阳光很毒辣，你阳光晒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啊？咔咔的掉叶，还有啊，就是它这个心芽各个心芽的位置啊，它出现黑尖这个现象，这个就是什么问题啊？温度太高，阳光晒之下，这个什么湿度太低了啊。所以说你给它缓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放在赏光的地方去缓苗，光线明亮一点，能够这个叶片能够光合作用，能够制造养分一些啊。就是你家离窗口半米之内这个距离。再有一个啊，就是咱们注意通风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土的干湿啊，很多人说我桂花我换完盆拯救完以后啊，这个土咋不干呢啊？你不能等它干，桂花交尖梳理土球抢救以后，土要一直保持湿润的状态，它不能干。咱们做到了什么？做到了浅埋浅种啊，根系露出盆面，是吧？做到了什么？花盆底部啊，你垫了一些陶粒，是吧？或者垫一些这个废旧花盆啊，它达到一个完全透水的目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没有积水的啊，你千万不能等它干。那么本身这个桂花的根系就已经受伤啊，你再等它干了，那叶片是哗哗掉啊，你救不活啊。那么第3个就是肥料的事儿啊。那么桂花换盆以后啊，你跟我学的啊，有用微生物有机肥撒盆面的，这就完全够用了啊，刺激它发根。你不要哐哐的肥料啊、杀菌药各种东西配完啊，咱们像配药师似的配完了，夸往里一顿倒，不行啊，咱们就清水就可以。前期就是让它去发根啊，给它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去发根。那么第3种情况就是这个桂花啊，你换完以后它只开花不长叶了，这时候一定要保证盆土的一个湿度。那么第4个就是你不要总去挪它啊。很多人说我白天我给它挪到外边，晚上给它挪屋里。它现在的状态就像咱们人刚做完手术，是吧？白天你给它扔游泳池去了啊，凉快的游个泳，晚上回家睡觉啊，那不行啊，它受不了，是吧？放在一个稳定的环境，慢慢的去等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极其强大的耐心。它缓过来以后啊，那么1个半月、2个月啊，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在秋天以后啊，早晚温差拉大以后，咱们再去给它逐渐的去增加一些光照，那时候它彻底活了，它就能开花了啊，花开满屋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